阿翔不是第一個從這片水裡撩上來的人，也不會是最後一個。那天他落水之後，腳踝有一點涼，不是水的涼，是另一種東西。龍潭大池的水從來不像他看起來這樣安靜，水裡的事也從來沒有真正停過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明，歡迎回到藝海路。今天這個故事發生在桃園龍潭，一片存在了240年的水，一座蓋在水中央的廟，和一個30歲的男人。他以為他只是在打鼓。古人划龍舟不只是比賽，5月是2月，是瘟疫與邪祟最盛的時候。龍舟下水，鼓聲隆隆，是陽氣最強的時刻，用來震撼水裡說不清楚的東西。這片水年年有龍舟，年年有鼓聲，鼓聲從來沒有停過。但有些東西，鼓聲趕不走。阿翔是3個月前加入的。朋友說：“來啦，運動而已。你看你最近臉色這麼差。”他沒有反駁。他那時候剛從台北的一份工作離職，不是被開除，是自己走的，但說不清楚為什麼走。回龍潭住了1個月，家裡的麵店每天早上5點開門。他媽問他要不要來幫忙，他說：“再看看。”再看看是什麼意思？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被分配到鼓手。教練說：“你手感不錯，節奏穩，這個位置要帶動全隊，你來。”阿翔點點頭，他沒有想太多，就是打鼓。幾次練習之後，他覺得還不錯。在水上的時候，他不用想台北，不用想麵店，不用想那個他一直沒有說出口的答案。鼓聲一下一下，把別的聲音都蓋掉了。他喜歡這樣，但有一件事他說不清楚。每次鼓槌落下去，水面震動的那一刻，胸口某個地方會有一種極輕的回應，不是心跳，不是震動的體感，是另一種東西，像有人在水底聽見了他。他沒有放在心上，他以為只是划船累了。出事是在第5次練習，夜間收操前的最後一趟。他不知道怎麼了，轉向的時候重心偏了，整個人翻進去。水很暗，比他想象的暗。他掙扎，腳往下踢。就在這個時候，腳踝被握住了。不是水草，不是隊友的手，是一個握法。5根指頭的形狀清清楚楚，從腳踝下方包上來，然後那個握鬆開了，像有什麼東西擋在他和那個握之間。隊友說是暗流，阿翔沒有說話，他坐在岸邊低頭看自己的腳踝，不是紅細，不是淤青，是印子，纖細的5根指頭的形狀，像一個人用盡最後一點力氣握過這裡。甩友還在旁邊說話，沒有人注意到，只有阿翔看見。他沒有說話，把吐管放下來，站起來，跟着大家收裝備。但那個印子的形狀他記住了，纖細的，不像男人的手。那一晚回到家，他坐在床沿，沒有開燈，不是完全安靜的。胸口有個東西，很低很低的地方，像一根弦被撥了一下，然後又停了。他不知道那是什麼，他只是坐着等天亮。那一晚他沒有睡好，不是因為怕，是因為那個印子的形狀一直在他腦子裡，纖細的5根指頭。他想起一件事，小時候阿嬷講過一個故事，不是正式坐下來講的那種，是某一次吃飯，不知道誰提起了龍潭大池，阿嬷就說了一句：“我們家有個祖先很義氣，救人沒救成，還被拖下去。”然後話題就過去了，沒有名字，沒有年代，沒有那個人是誰，就這樣一句話飄過去了。阿翔從來沒有追問過。隔天清早，他等到家裡麵店的客人散了，等阿嬷在灶邊坐下來喝他每天早上那杯茶，才開口：“阿嬷，我們家那個祖先在大池溺死的那個，你還記得嗎？”阿嬷沉默了很久，久到阿翔以為他不想說，然後他放下茶杯，抬起頭看着阿翔：“你怎麼突然問這個？”阿翔說：“我最近在大池練龍舟，就想到了。”
阿嬤看了他一會兒，像在確認什麼，然後才說：“他叫阿才，你太公的兄弟。那一年他才20幾歲。”大池那時候沒有現在這樣，沒有欄杆，沒有燈。有一個晚上，他看見水裡有人在掙扎，就跳下去了。2個人都沒有上來。阿祥問：“那個被救的人是誰？”不知道，沒有人知道。那個年代外來的人多，龍潭又亂，查不清楚。他頓了一下，聲音壓低了一點。但有人說，那個人是自己走進去的。自己走進去的。阿祥有了名字，有了線索。他花了2個下午在圖書館翻舊資料，日據末期到戰後初期的地方記錄，龍潭鄉的事件記載，泛黃的報紙索引本，大部分什麼都找不到。那個年代，一個農村男人溺死不是新聞，但他找到了一小段。地方報1950幾年版面角落幾行字：龍潭大池，一男子見女子落水，跳入施救，2人皆溺在。男子身份查明，姓曾，名阿才，龍潭莊人；女子身份不明，外來，宜自盡。宜自盡。阿祥盯着那幾個字沒有動。外來，身份不明，宜自盡。就這樣，沒有名字，沒有後續，沒有任何人再提起他。他存在過，但對那個年代來說，他什麼都不是。他回到龍潭大池旁邊石階坐着，看着手機翻拍的記錄照片，看了很久。他存在過，但沒有人知道他是誰。他把手機放進口袋，抬頭看水面。龍潭大池的水中央有一座廟。1972年，在地居民填土圍島，把廟蓋進水裡，理由只有一句話：淨化人心。廟分3層，1樓主祀關聖帝君，忠義正氣；2樓奉觀世音菩薩，慈悲聞聲救苦；3樓祀玉皇大帝，天地秩序，萬物歸位。儒佛道3教合一，全都在這片水的正中央。連接廟和岸邊的那座橋叫做忠義橋。1974年，鄉民自己出錢，150公尺走進水中央去拜。廟整修時，工匠沒有用傳統神話裝飾牌頭，而是刻上了龍潭的日常：划龍舟、慶元宵、3坑老街。神明的廟牆上有端午的鼓聲。月圓的夜晚，廟燈和月光同時倒映水面。龍潭人叫這個南天映月。黑暗的水有光倒映在裡面，一直都有。他想，他是什麼人？那個年代的龍潭60%是客家人，祖先從廣東嘉蔭州來，在這片紅土上種茶，種了好幾代。那個年代的女人沒有戶籍，沒有財產，沒有自己的名字。她是某某人的媳婦，是某某人的母親，從來不是她自己。她走到這裡，不一定是因為她想死，也許是因為她想了很久，找不到任何一個她可以去的地方。他不知道他那一晚在想什麼，他不知道他有沒有後悔，他不知道阿才跳下去的那一刻他是什麼感覺。這些報紙上沒有寫，沒有人寫。他只知道2個人都沒有上來，一個是他的祖輩，另一個連名字都沒有。他不知道水底下現在是什麼樣子，他不知道那個腳踝的印子是誰留的？他不知道那個低頻的共鳴在說什麼，但他知道這件事沒有結束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那個共鳴又來了，不是從水底來的，是從他自己的胸口往外震，比任何一次都清楚。他對着水面第一次開口說話，聲音很小。阿才伯，是你嗎？就這樣，沒有聲音，沒有畫面，但阿祥知道，他知道接下來他要做什麼了。找阿宗師這件事不是阿祥主動想到的，是他去問了一個龍潭在地的老伯，說了大池的事，說了腳踝的印子，說了那個低頻的共鳴。
老伯沉默了很久，然後說：“你去找阿宗師。”阿翔問他是做什麼的，老伯說他聽得見。阿宗師看起來不像電視上那種乩身，沒有神壇，沒有符咒滿牆，沒有香燭陣，就是一個老人坐在那裡喝茶。阿翔把事情說了一遍，阿宗師沒有打斷他，等他說完才慢慢放下茶杯。你說腳踝的印子纖細的5根指頭。阿翔點頭。阿宗師靜靜看着他。阿財是你祖輩血脈裡的人，不會害你。再說，客家男人做粗活的手不會是這個握法。纖細的手是另一個人留的，但那個人是誰？他在那裡做什麼？為什麼握你？阿宗師停了一下，拿起茶杯喝了一口，然後放下，看着阿翔說：“我不知道，現場才會知道。還有一件事你要清楚。”阿宗師的聲音沉了一點：“你被握過，陰陽已經有了牽連，這個因果不了斷，會一直壓着你，不是詛咒，是殘留的重量。今晚我們去龍潭大池看看吧。”夜晚，龍潭大池，阿宗師帶了3樣東西：3盞人花水燈，折點好的往生紙，1支毛筆，沒有別的。阿宗師一邊寫一邊說：“水燈這件事，民間說得很清楚，照明，以光照明路，讓黑暗裡的人看見方向。大型的普渡我們辦不了，但水燈的意思從來不是儀式有多大，是讓黑暗裡的人知道有光。”他寫完3盞燈，站起來遞給阿翔看。第1盞寫着“龍潭大池無名女魂”，旁邊寫着“照明引路，願得安息”。第2盞寫着“曾阿財義勇之魂”，旁邊寫着“善念已足，願得歸去”。第3盞阿翔的名字，旁邊寫着“了斷因果，消災減惡，陰陽各安”。阿翔看着自己名字那盞燈，阿宗師說：“你這盞寫你的名字，你落了水，成了他們的緣。今天幫他們把幾十年的結解開。這盞燈是請他們庇佑你，因果圓滿，陰陽各安。”阿翔沒有說話，點了點頭。阿宗師開口，聲音很低：“阿財，你後輩來了，你等的人在這裡。”阿翔感覺到了，從胸口，從血脈裡那個熟悉的共鳴，比任何一次都清楚。阿宗師睜開眼，看着水面，點了點頭。他在，然後轉向阿翔：“你跟他說話，他認得你的聲音，你們之間不需要我翻譯。”阿翔站在原地，那個共鳴一直在胸口，像有人在水底安靜地等着他開口。他對着水面，聲音有點啞：“阿財主，我來了。”那個共鳴的感覺在阿翔胸口輕輕震了一下，不是聲音，不是語言，但阿翔知道那是什麼意思。我在，我一直在。阿宗師在旁邊沒有說話，看着阿翔的臉色，然後他閉上眼睛，聲音壓得很低。還有一個，他不知道他在旁邊。幾十年了，他一直不知道。執念太深的人，眼睛是盲的。他把自己關在那一刻的黑暗裡，只看得見自己的愧疚，看不見就在他身邊一直守着他的那道光。阿宗師停頓了一下，他的話要透過我，你準備好了嗎？阿翔點頭。女鬼開口，阿宗師的聲音變了，不是他平常的那個聲音，是另一個更輕更碎，像一塊布被水泡了太久刀出來的聲音。那麼黑，那麼久，我一個人，一直一個人。阿翔看着阿宗師的臉，那不是阿宗師，他知道，他輕聲開口：“你是誰？你為什麼在這裡？”沒有人問過我這個。我嫁過來，我丈夫走了，宗族不收我，娘家不敢收我，我沒有地方去。不是我想死，是我找不到，
任何一個我可以去的地方。水淹上來那一刻，我怕了，我後悔了，然後有人跳下去了。我這一生第一次有人為我做什麼，我抓住他了。我只是想活，我只是……聲音斷掉了。阿翔說聲音很輕。然後呢？然後我們都沉下去了。是我拖死他的，我知道，我一直知道。我想說對不起，說了很久了，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聽見，我不知道他在不在，我只看見黑暗。阿宗師睜開眼睛，他拿起第一盞燈，蹲下來，輕輕放上水面。這盞給你，讓你看見路。拿起第二盞燈，放上水面。這盞給阿財，讓你看見他一直在你旁邊。然後他拿起第三盞，遞給阿翔。這盞你自己放。阿翔接過燈，他蹲下來，燈放到水面上，輕輕推出去。他看着那盞無名女魂的燈，輕聲說：“不怪你的，走吧。”阿宗師站起來，對着水面，聲音很低：“你看見了嗎？那盞燈旁邊一直有另一盞，那不是陌生人的光，那是阿財，他一直在你旁邊，幾十年了，一直在，很久很久的靜。”然後阿宗師用那個舊的聲音，最後說了一句：“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是我害的。”阿翔站着，胸口那個共鳴在這一刻異常清晰，不是聲音，是一種感覺，像有人把一句話放進他的胸口裡，他知道那句話是什麼。阿宗師轉頭看他，眼神的意思是說出來，他需要從活人的嘴裡聽見。阿翔深吸一口氣，對着水面替阿財說：“他知道，他知道你那一刻只是想活，這沒有什麼不對。”阿宗師換回自己的聲音，很輕，像在說再見。走了，你們可以走了。水面第一次真的靜了，不是沒有風的靜，是另一種靜，像兩個人走了很遠很遠的路，終於一起放下了。阿宗師轉向阿翔，點了點頭。走了，就這兩個字。阿翔低頭看自己腳踝，看看靜靜的，那個纖細的印子不在了，那個涼不在了。他就這樣蹲着，看着水面，眼眶有點熱，不是因為害怕，是因為他忽然想到，他說了幾十年的對不起，沒有人聽見過。阿財就在他旁邊，等了幾十年，等一個可以長話的人，等到了。遠處三盞燈越飄越小，越飄越遠，直到水面上只剩下南天宮的燈光，靜靜的倒映在水裡。阿翔在大石邊坐到天亮。阿宗師走了之後，他沒有馬上離開，就坐在那裡。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麼，也許什麼都不是，只是還沒辦法站起來。他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，沒有人知道。那份舊報紙上寫着女子身份不明，外來，已自盡。就照這樣，他來過這個世界，卻連一個名字都沒有留下來。但阿翔知道一件事，他說了幾十年的對不起，終於有人聽見了。阿財等了幾十年的那句話，也有人替他說出去了。兩個人走了，不是因為儀式夠大，不是因為法力夠強，是因為終於有人在黑暗裡為他點了一盞燈，讓他看見他從來不是一個人。幾天後，阿翔回到龍舟隊，他坐上船頭，拿起鼓槌。教練問他：“上次落水沒事吧？”阿翔說：“沒事了。”他低頭看了一眼大石的水面，水面平靜，沒有共鳴，沒有回應，沒有腳踝的涼，就是水。240年的水，在晨光裡安靜的閃着光。哨聲響了，阿翔舉起鼓槌，落下去，鼓聲破開水面，
整條船向前。我們通常以為困在黑暗裡是因為沒有人在旁邊，但有時候黑暗不是孤獨造成的，是因為看不見就在身旁的那個人。那句話說完了，那盞燈也就不用再亮了。你有沒有這樣的人？有沒有這樣一句話，說不出去，卻一直壓在心裡？也許你以為你一個人扛着，但也許就在你旁邊，有人一直在等你說出口，只是你還沒有看見他。龍潭大池的水今天還在這裡，南天宮的燈還亮着。它不是古廟，是1972年有人填土圍島，把廟蓋進水中央，築起一座叫做忠義橋的路，主動把光放在那片黑暗的正中間。端午的鼓聲年年都會再來，但水裡的重量少了一點。我是小明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故事，記得訂閱藝海路，開啟小鈴鐺。我們下次見。